各种对华不友好的美国面临着战略失败的窘况。一起来看看具体情况如何。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进入新的一年，国际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。美国精心构建的对华围堵战略遭受到了严重打击，这个战略基本上和全面破产没什么两样了。美国之前动员的这些盟友和小弟对中国的态度无一不是发生了转变。美国精心构建的反华包围网，如今自己倒破了一个大洞。首先说说日韩这两个近邻。韩国不同于日本，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，不会和日本一样无条件听从美国的摆弄。尤其是美国近几年针对中国极力的挑拨，韩国军队应该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，非要让韩国军队把新的作战计划进行更换。所谓的更换，就是要把对中国的作战计划写进去，而韩国对此却是态度消极，能拖就拖。美国军队高层对此可谓是非常的不满，就连驻韩美军司令艾布拉姆斯上将都对此抱怨韩国是在磨洋工。而且韩国总统也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明确表态支持中国申办2022年冬奥会。实际上韩国算是看得很明白，在政治上中国在东亚地区，尤其是朝鲜半岛具有重要的话语权。经济上中韩两国贸易往来熟络，因此韩国不会没事找事突然对华敌对，毕竟发展才是硬道理。日本则是在安倍离任、菅义伟上台时期和美国合作密切，对中国内政问题进行积极干预，同时要宣称所谓的保卫台湾，造成中日关系骤然转冷。不过这一情况暂时有一点改观，就是日本方面岸田文雄上台后否定了针对中国的极端反华议案，并且针对中日两国的军事沟通问题，派遣其防卫大臣与我国的国防部长进行了长时间的视频对话。两国防长同意建立一个联络机制，避免发生军事冲突。这被外媒认为是两国紧张关系背景下释放的一个缓和信号。不过虎哥认为，日方在真正的拖美国人下水之前，只能搞一个平衡数。日本单方面是不敢对中国掀桌的，因此虽然暂时不能把中日关系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上，但是也不敢把中日关系引向冲突的快车道。然后就是颇具争议的立陶宛，堪称波罗的海作死小能手，不顾大陆3番5次的友好劝告，受美国的背后指示，整天到晚针对一个中国的原则底线，不断地进行挑衅行为，允许台湾在立陶宛开设所谓代表处，这种行为就是在国际上公然制造一中一台，且破坏中国国家主权的出格行动。随后立陶宛就付出了不少代价，中欧班列不再从立陶宛经过，而且立陶宛的货物出口也受到了影响，因为中国绝不允许吃中国饭砸中国锅的行为再次上演，立陶宛经济大受打击。立陶宛政府随后向欧盟和美国哭诉，结果欧盟和美国都是口惠而实不至，没有对立陶宛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帮助，属实是把立陶宛当枪用，用完就丢。因此立陶宛认清现状后，其总统发表讲话公开认错，称立陶宛犯了一个错误，影响了中立关系。同时他还表示自己事先并不知情。有网友评论道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不过最有意思的还是澳大利亚了。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上任以后，针对中国没少搞事情，先是炒作所谓的中国间谍，后面跟随美国脚步破坏中澳的经贸关系，而且其政府的国防部长更是大放厥词地表示，不能让解放军干涉台海，不然他会跟随美军一起出动。澳大利亚的倒行逆施使得中澳关系严重受损。但是到了上个月月底，澳大利亚看起来像是回过味了，不再阻拦炒作中国租借的达尔文港口对澳大利亚有安全影响了。因此中国对达尔文港口的租借协议将继续履行。看来莫里森也算是看明白了，澳大利亚因为故意给中国使绊子，造成国内的贸易出口遭受到了不小的打击，结果彻底的激怒了中国，可能其国内经济将遭受更为严重的打击。因此为了确保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，
那就势必要向缓和对华关系，向中国靠拢，所以莫里森才会变脸。综上所述，美国针对中国而组织的围堵战略只能起到一时的作用。中国和很多国家的经济联系是非常深入的，包括美国。如果长期跟随美国对中国进行打压，最终大受损失的势必是自己。跟随美国打压中国的行为是难以为继的。归根结底，美国的针对中国的小联盟就是一个纯粹的空中楼阁。若美国在一意孤行地奉行反华政策，最后终将只剩美国孤家寡人。